93阅兵对全世界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我强大，但我不侵略你；我强大，但我不抢夺你。但是我代表秩序，而我这个秩序是大家是平等，所以我可以左边是普丁，但是右边是金正恩。哇！出来的是教练机梯队，歼十也拿来当教练机用。歼十在巴黎斯还在打仗呢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今天现场呢就是王骁，然后我们今天的主人是杨森，然后塞尔维亚的朋友菲利普。我是第一次这么认真的从头把大陆阅兵看完，从来没有过，因为台湾其实现在不太阅兵，阅兵也不是很严肃嘛，是会阅，但是就是比较小规模。如果是阅的话，一般就是大家会关注那个伞兵能不能跳到位。这个王骁有在看。其实如果你有去看那个历史镜头的话，李登辉以前其实阅兵是蛮认真的。是。我觉得跟台湾的兵制的放松也是有一些关系在。这个正面的方阵多长？很长。后面那还是预备车，还是故意？第3辆就是上面有坐人。那个是预备车，但是很多人会说那个是比较情感化的表达，会说那个是给抗日的那些。东风61，认真。这个我也不知道。东风61，现在他都干迷我了，我怎么办？那我们都一脸问号。那个是史坦克，刚才闪过了一下。后面的那个。最前面那个是弹头。对，特别把它带出来给大家看，表现出来，亮出来，我们也不知道。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啊。这个也是一种忠诚表示。对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女兵。是胜利之母。军政也起，他穿西装这是能代表联合国了，大家都要站起来，都是新一代的。对，99B 跟100坦克，还有无人机的，哇，可以释放无人机，哇！而且那100坦克是3个成员，是一个驾驶，一个主炮。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有200架无人机就飞过去。99B 也是全新出现的吧？对，方队。你看不拿出来，你们都不知道它的存在。无人制空作战飞机可隐蔽出击，广域作战。现在无人机耶，创新未来空战，这也太大了吧？这飞机很大嘞。哇塞，那个无人机那队真的太夸张了，你都看得多，太大了吧？编程第一次正式承认歼35已经上舰了。出海航展不是已经有模型了，但是它真机没有来。对，出海航展是空军的场子，就是海军不宜太高调。然后呢，这个是这样子。歼35正式官宣上舰，对，就是这回是真的，这个就是海军的歼35。蛮震撼的。是的，对，所以它所有你看参加人数还是什么的，从展示的武器装备的数量和崭新程度上来说是前所未有的。我觉得这一次就有2个国家，一个是我认为他该来，但是很可惜他没来。另外呢，有一个国家很多人想要看他来，但是我认为他不该来。那么我认为他该来，但是呢他怂没来的这个国家呢就是印度。我其实对印度本身没有那么强的好感，因为我认为说我对于印度首先很多的讨厌印度，原因一方面是印度跟我们对立，他想要搭美国的便车，结果来围堵中国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也觉得这个印度不自量力，总是小狗小活。但是我同时我就说，印度它的底层问题导致呢，它是很难实现改革的。那么印度这个国家呢，它最终它如果一直搞事情，它最终会把自己给崩垮。所以我对印度的时候，我说可以激励一下印度人的雄心啊。反正印度人啊，要是跟着西方人混，那这就是拖西方人的这个后腿。我觉得没有问题。他如果他独立自主呢，他也就那个样子。但是我认为是什么？他如果能来，其实某种意义上，他就推动全球的多极化，是有价值的，是有意义的。我是觉得啊，就是如果是这个中俄印的领导人都能够，甚至巴西，但是巴西卢拉太老了，他跑太远也很困难，他已经见了好几次，今年已经见了好几次咱们那个大打。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说想要看美国来，但我希望啊，我反而觉得不应该让。为什么？你如果美国来了，那你还是在宣传这个世界，还是在比大小，那就不是一个新的秩序。那我们这个城楼上面标的不是说这个世界比大小万岁，我们这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。比大小。对，其实刚刚王要讲的这事情是很切实，因为你从到了2战，如果你把我们刚才把那个民族叙事拉的到现在。
其实还是没解决。这个是人类的现代化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个强大的乱流。就大家想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哦，有3件事是人类社会自古存在的，一个是抢掠，一个是性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呢是领地。抢领地，就抢掠是抢掠资源，领地是占领大小，然后性是产繁衍嘛。这3件事情到现在是不是依然存在？而且它还是成为这个底层逻辑里面，你就想，我工业国家一发展之后，那我就要去扩张我的地盘嘛。你看德国发展之后，扩张地盘之后，那他所掠夺的不就是他是借由欧盟东扩占了更多的领地，然后借由德国的工业高举之后，他拿了很多的廉价资源，包括人力资源、各种资源。那另外就把乌克兰变成欧洲子宫嘛，对，这逻辑它就是这样来的。所以你这个叙事如果通的话，到现在人类还没有办法世界人民大团结，为什么？因为依然大家还在抢资源。可是有什么东西可以打破这个呢？人类的现代化依工业革命而起，可是我觉得人类的再现代化，或者是说超越了我们被这3项元素制约的下一个进程，也必然是什么？新的工业化。这个陆海空水下舰载全面无人化的成果的展示，现在每一个战场的维度我都有无人装备，而且从它的无论是你看到它的外形，还是它的科技含量上，都是世界领先的水平。就是说，这个不要愚蠢到认为跟今天的中国军队作战，还是说还是以前抗美援朝是吧？包括这个什么。抗日战争里面，我们只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，是吧？我们武器装备不如别人，我们只能靠战士不怕死，然后绞尽脑汁想各种鬼点子来跟你打。不用了，现在我有技术优势，然后呢，我胜战是考虑的东西是更多的、更多维度的。然后第二个是全面展示那个反舰能力，就是为了释放一个信号反干预。因为我们未来用兵的重点方向毫不避讳的说就是东南方向嘛，所以他还是这回就是强调用我们自己的人，然后全部作战化的这一个穿着，然后武器装备就是从训练场拉到阅兵场，从阅兵场拉到战场都没有问题的这个，等于这回就是说直白点了，就是有意秀肌肉了。对，是我现在看过的所有阅兵里，包括莫斯科的红场阅兵，就不管是从武器展示，还是从传递的信息信号，还是从来的这个阵容的角度来说，我觉得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。因为之前我们中国一般来说展现武器的时候，不会把最先进的拿出来。一般来说，像如果按照之前的做法，像这个全套的无人作战不会放出来。但是现在呢，很成熟，列装很成熟，一个是很成熟的列装了，其次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了一个需要适当亮一亮，但是主基调还是和平。这个我自己作为一个经历过战争的人，虽然我那个时候才1岁半啊，但可以说现在我们国家没有哪一代人是没有经历过。那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自己希望看到的还是和平。而且整个主基调包括最后放的8万支和平歌，其实它的主基调还是和平，但是要有和平的意愿，也要有维护和平的能力。这次是展示能力的时候。就是9·3阅兵，它有一个背景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中国的力量是真正意义上的成长，而且它这个成长，它是有很强大的实体东西去支持的。到底9·3阅兵展现实力这件事情，它的本质是什么？它的本质其实是告诉大家，被欺负的民主它也有站起来的机会，而且是靠自己的双手。因为对日抗战胜利是中国人经历了整个民族的低潮，然后重新靠着自己力量爬起来。大家了解到，在对日抗战的时候，抗击法西斯的过程当中，中华民族不只是打自己的仗啊，还经常出兵到缅甸啊，去哪里？那这个过程它是一个重新站起来。所以我觉得展示9·3阅兵这件事情，台湾的一个视角有一个局限性在哪里呢？就是说会一直说，你老共没打，还是国民党政府在炒这个，是非常低。人家大啦啦的写的1945到2025全程秀在 CCTV 里面，什么意思？今天在天安门上的主体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，或者是任何的中国世界政体，而是它就是中国。对，它是以中国为世界，而这个是一个民族的复兴的过程。那这民族复兴过程是去侵略他人吗？不是去侵略他人，而是给大家一个示范，是说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，你来加入我们，那我们呢，如果有能力，我可以保护你。所以接下来对我们来讲，其实这个转折，什么转折点？那些过去的实体伤痛慢慢要放下来，而是新的一个结构跟架构在往前推进。我想是这个。那这个新的结构架构往前推进是什么呢？就是强大的不一定要侵略别人啊，强大的可以是创造共同的繁荣，但它的底气是这些军武，是这些力量。因为美国的底气也是他军武嘛，但他把军武拿来压制别人，然后创造海权的冲击，对，是这个样子。